上一世，我据理力争，拿出课本证明 A 型血、B 型血混合会凝固。于是，我用自己的 O 型血救了赵桂兰。可她康复后却说，就是你的血有问题，都是因为你不懂装懂，害死了宁思琪。最后，他和贺云婷把我绑着扔进河里。出血量太大了，这样下去等不到雨婷人就没了。我很确定 ，A 型血加 B 型血就是 AB 型血。我可是大学生，怎么可能连这么基础的医学常识都不知道？好像是有点道理。人家是大学生，肯定比咱们懂。好歹也是一条人命，他们不仁，我却不能见死不救。闭嘴！你少在这里不懂装懂，最好闭上你的臭嘴，一个字都不要说，也别想着回家拿你那烂书来诬陷思琪。我还没开口说任何话，他也重生了。云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刚刚没说话啊。对啊，清溪一个字都没说。贺家小子，你是不是急糊涂了？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肯定是要说什么 A 型血和 B 型血相加会凝固会死人，然后又要说 O 型血是万能血，要用你自己的血给我妈输血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傻子，思琪说的一定是对的。表姐，真不是我说你，能说出万能血这种话，难怪你没考上大学呢。你就算看不惯我，也不该这样胡说啊！我的确想过 A 型血和 B 型血加一起会凝固，但我毕竟只是个高中学历，所以我刚刚一个字都没说啊。我只相信思琪，你个兽医懂什么？我妈才不需要你的什么 O 型血。表姐，你也别怪云峥哥，我才是医科大学的大学生。你虽然家里世代行医，但说到底只是个兽医的后代。你们说的对，我只是个兽医的后代，不该在这里指手画脚。思琪，我之前查过血型，我就是 A 型血，是不是再找一个 B 型血的人就可以给我妈输血？对，在场有 B 型血的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这么做。A 血和 B 型血混合会发生凝血反应，输进血管里会毒死人的。沈清溪，我刚才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。丁叔，您是医生，您应该知道不同血型不能随便混输。我就是个看头疼脑热的赤脚医生，哪懂什么血型输血呀？我这里连消毒设备都没有，根本不能抽血输血，这是不合法的。等县医院的人冒着大雨赶过来，阿姨早就凉透了，到时候谁负责？你负责吗？我负责，我可以给阿姨输血，现在就抽我的血，至少能先稳住阿姨的情况，等丁医生回来。你疯了吗？丁医生，麻烦你主持公道。谁要你的脏血？我妈就算死，也不会有你这个恶毒女人的血。还是云峥哥明事理。对了，我血就是 B 型血，云峥哥是 A 型，我们两个的血加起来正好是 AB 型，刚好能救阿姨。思琪，你真是太善良了，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的。不行啊，真的不行，我从来没干过这个，出了事儿我担不起责任。你就直接扎就行，出了事我负责，时间不等人，阿姨快不行了。王叔，麻烦你快去村口等丁永强医生，让他无论如何快点回来，就说这里要出人命了。我真的没干过这个，这要是出了事儿，我可怎么交代呀？丁叔，帮我扶着输液管，我来给阿姨输血。思琪，等一下，我不是怀疑你，只是沈清溪说的那些话，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这毕竟是我妈，我赌不起。儿子，妈难受，妈不想死，妈还要看你娶媳妇儿生孙子。沈清溪，你再说一遍 ，O 型血真的能救我妈？真的 ，O 型血可以输给任何血型的人，虽然不是绝对安全，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是唯一能救阿姨的办法。我现在就可以献血，绝不后悔。贺云峥，你居然信他不信我？我可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，他一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人说的话能信吗？行，你们要是信他，那就让他来救，到时候阿姨出问题了，可别赖在我头上。贺云峥，你犹豫什么？没时间犹豫了，先抽我的血，能救一点是一点。我不要你的血，你滚，滚出去！看到了吧，还是云峥哥最信我。现在我们赶紧给阿姨输血，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好，我们输。等等，要不还是先试试吧，万一真的像青姨说的那样，血会凝固呢？丁叔，你怎么也跟着他胡说八道？我不是胡说，我是怕，这可是一条人命啊！试一下又不耽误什么时间，要是真的没问题，我们再输也不迟。是啊，试一下吧，小心点总没错。要是真的会凝固，那可就太危险了。好，那就试一下。是吧？尽管是在体外混合当然会凝固，这是血液接触空气的正常反应，输进血管就不会了。凝住了，真的凝住了！这东西要是进了血管，人还能活吗？这是正常现象，血液在体外接触空气会自然凝固。你们想想，阿姨被送过来的时候，伤口处是不是也有很多凝固的血块？
这是血型不合导致的凝血反应，输进血管里就是这个样子，会把血管全部堵死的。贺云舟，你醒醒吧，现在用我的血还来得及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嫉妒我，想害死阿姨，然后自己嫁给云皇哥，我不能让他得逞。只要血液同时输进去，在血管里混合就不会凝固了。你们等着看，阿姨马上就会好起来的。不要，快拔下来，会死人的。七七，你别冲动，也许思琪说的是对的呢。快按住他，这是正常反应，别让他乱动。没有心跳了，人没了。我尽力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快停下来！这种环境怎么能输血？你们简直是在胡闹！已经迟了，我妈已经没心跳了。永强哥，你来的正好。阿姨是 AB 型血，我们找不到 AB 型血的人，所以用 A 型血和 B 型血一起输。你也是医生，你可以替我证明 AB 型血就是 A 加 B，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AB 型血是同时含 A 抗原和 B 抗原的血型，绝对不是 A 型血和 B 型血简单混合。不同血型的血液混合会发生抗原抗体反应，导致红细胞凝癫溶解，堵塞血管，引发急性溶血反应，几分钟就能致人死亡。如果当时听他的，先输 O 型血，稳住情况，等我带设备回来，这位大姐本来是有救的。还没到医科大报道的时间，你连大学的门都没迈进去，连最基础的血型常识都不懂，怎么就敢在这里给人输血？不是你说 A 型血和 B 型血混合就是 AB 型血吗？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不知情？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妈？我没有骗你，若不准是你们的血液有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还骂他不懂装懂？我也说过我不会输血，出了事担不起责任，是你逼着我扎的针。当时我们都在，青姨一直阻止你，是你非说 A 加 B 就是 AB 的。丁医生都说了，要是按青姨说的输 O 型血，赵阿姨可能就能活下来。现在还在这里推卸他死的人，明明就是你害死的。都是因为青姨，是你嫉妒我考上大学，嫉妒云正哥喜欢我。你明明知道会出事，为什么不早点说清楚？为什么不拼尽全力阻止我们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想让我身败名裂！你还要不要脸？明明是你自己害死的人，还往青姨身上泼脏水。也不知道是怎么考上大学的，这要是真当了医生，岂不是草菅人命？我看他那个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是假的，连血型都不懂，怎么可能考上医科大？他根本就不配当医生。我配不配当医生，你们说了不算。沈清溪他就一定能救人，你凭什么不赌动？你少在这里医闹！你妈自己命不好，找谁都没用。你根本没考上医科大，那大学录取通知书根本不是你的，是你疯了吗？这话能乱说吗？你妈虽然死了，可你还活着呢，我已经答应嫁给你了。难道你要毁了自己的老婆吗？思琪，你的录取通知书能不能给我看看？凭什么给你看？那是我的录取通知书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就去找公安。盗用他人身份冒名顶替上大学是重案，让公安同志来查。不许去！青姨，你听我说，这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，我们去那边单独说。你要么就在这里说，要么我现在就去找公安，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，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底去了哪里？不能说，你答应过我的。你没猜错，考上大学的人的确是你。邮递员自行车来送信那天，我早在村口等着，我兜里揣着你的身份证，跟邮递员说我是你男人，替你把信领了。录取通知书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，信封上印着医科大学的名字。我把信封拆开，把你身份证上的名字和照片用刀片刮掉，换上了思琪的。可我也是为你好啊。怪不得青姨的成绩在咱们村里是头一份，怎么到头来连个大专都没考上？偷人通知书，还说是为人家好，这叫什么道理？为什么？你能力强，不上大学也能找别的出路。但思琪无亲无故，只有你这一个表姐，你不帮她，她以后怎么办？表姐，
你比我聪明，你把这次大学让给我，你明年再考不就是了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，不会再出这样的事了。还在这里胡说，你无非是想着我考上大学就会甩了你，去城里过好日子。但宁思琪有把柄攥在你手里，她不敢跑。这样一来，你能让一个大学生嫁给你，又能在村里落个好名声，这到底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你自己好？这算盘打得可真精，什么便宜都让你占尽了。沈家闺女差点被你们害得连学都上不成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要的是会过日子的贤妻良母，不是什么女医生。你要是去省城上大学了，见过了大世面，怎么可能乖乖回来跟我结婚？我妈守寡20年，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我想找个孝顺老婆伺候她，难道有错吗？所以你就偷走我的录取通知书，毁了我的人生，还口口声声说为我好。姐，你别报公安，我要是不上大学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你要是报公安抓我，以后谁还敢娶我？你偷我通知书的时候，想过我这辈子也会毁了吗？沈家闺女说的对，这通知书本来就是她的。老贺家这事儿办得太缺德了，得赶紧报公安，让公安来评评理。跑什么？你现在跑了，罪名全是我一个人的。这里面是我前几天去县招生办开的证明，足以证明我才是今年医科大学在王家村真正录取的学生。青姨，通知书补办好了。县招生办给开了证明，学校那边也认了，原来的通知书被刮花了。招生办说拿证明去报到就行。贺家小子和宁家丫头的事儿，叔没帮上忙，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那天在卫生所，叔明明知道你读的医书多，可叔没敢站出来替你说话。丁叔，你别这么说，当时那种情况，谁都不敢乱说话。青衣，这些东西你带着去省城。被子是新弹的棉花，暖和；鞋是婶子纳的底子，走远路不磨脚。路上买点吃的，到了省城别省着花。咱们村的闺女去上大学，不能让人看不起。这本子是我当年在镇上培训时发的，没写过几页，你拿着记笔记用，好好学，将来当个好医生，回来给乡亲们看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清怡。你就是那个录取通知书被冒领的学生，招生办跟我打过招呼了，报到材料带了吗？你也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吧？我叫周敏。你来的可真晚，我们都上了2天课了。这是我的大学，我终于来了。人体解剖学是临床于医学的基础。今天我们来认识骨骼系统，谁来回答？人体有多少块骨头？成人206块，婴儿刚出生有305块，后来部分骨骼愈合。你家有人学医？我爷爷是兽医，我从小跟着他看过一些医书。动物和人能一样吗？你爷爷的那些书，怕是跟不上时代了。
你把这个模型拆开，再拼回去，给你3分钟。2分10秒。你以前拼过模型？没有，但我在书上看过人体骨骼图。爷爷的医书里有一本翻烂了的人体解剖图谱，我从小看到大。我就知道你还没回去。食堂晚上蒸的包子，我给你带了一份。清溪，你每天只睡5个小时，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？咱们班那些男生都觉得你是个怪物。解剖课满分，组里切片一眼就能看出组织结构。他们不知道你每天熬到半夜吧？我跟别人不一样，考上大学差点没上成，所以现在每一天每一节课都不敢浪费。别人可以慢慢来，我没那个资格。那你继续看，我陪着你。明天早上的组织课我也还没复习完。这学期的专业课成绩出来了，基础医学综合卷全年级第1名沈清怡92分。听说他爷爷是兽医，这算不算家学渊源？第2名的同学考了87分，跟他差了5分。沈清怡不仅理论课成绩好，实验课也是全年级唯一一个满分的。张教授专门跟我提过，他做的组织贴片图谱比老生画的还标准。沈清怡，你到底是看了多少书才考到这个分的？我爷爷的医书我看完了，学校图书馆里能借得到的解剖学、病理学和物理学教材，这学期我也都看了一遍。这次总算给咱们宿舍争了光。晚上去食堂，我请你吃小炒肉。青衣，你在大学里学的啥？能不能给我看看这腿？一下雨就疼得厉害。应该是风湿性关节炎，冬天注意保暖，尤其是膝盖不能受凉。丁叔，你这里有艾条吗？有，去年去县城进货时买的，一直没舍得用。嘿，热乎乎的，舒服多了。贺家小子和宁家丫头的案子判下来了，冒名顶替录取通知书加上伪造证件，贺云峥判了3年，宁思琪2年。那赵桂兰的后事是谁操办的？村里凑的钱，你周婶子张罗的，就埋在你爸妈旁边那块坡地上。你婶子说，人都死了，总不能让他烂在屋里。我不恨赵桂兰，她一个寡妇把儿子拉扯大不容易，只是想给儿子找个能干的媳妇。她阻拦我输血，是怕我的血不干净，怕儿子欠我一个还不了的人情。青姨，你恨不恨他们？以前恨，现在觉得恨也是占精力的事。我没那么多精力分给他们。省医科大学的课业紧得很，下学期还要开临床诊断学，光是背脉象歌律就得花半个月。沈清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丁医生，我来实习，学校把我分到县医院内科。正好跟我去查房。3床病人老刘肚子疼了3个月，向卫生院当胃病治了1个多月，吃药不见好，你给他查查。疼。右上腹院痛明显，墨粉氏征阳性，不像胃病，应该是胆囊炎或者胆结石。你怎么判断的？
胃病一般是上腹正中疼痛，他这个位置偏右，而且他吃油腻的东西之后疼得更厉害，这是胆道疾病的典型表带。你们都是正规大学生，可别连个还没毕业的师妹都不如。医生，快救救我家娃，他烧得抽起来了。多长时间了？下午就开始烧，我以为捂捂汗就好了。刚才他突然翻白眼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别怕，这是高热经传，先退烧再观察。以后孩子发烧别捂汗，发烧要散热，捂得越厚烧得越厉害。第一次独立处理高热经状，及时降温，防止舌尾伤，解除呼吸道总阻，观察生命体征。喝了多少？什么药？跟男人吵嘴想不开，灌了半瓶乐芬，快救救他！沈天一，你来安气囊，保持气道通透，千万别停。不要，我能坚持。昨天表现不错，手上磨出泡了。没事儿，过2天就好了。我爸肚子疼了3天，村里卫生所开了泻药，吃完更疼了，疼得直不起腰。不是便秘，是肠梗阻，需要马上转外科手术。你这么年轻，能看准吗？瞧着比我闺女大不了几岁，要不要找个老医生再给看看？丁医生，麻烦您帮我复查一个病人，我怀疑是急性肠乱公主。这丫头虽然年轻，但查解手法比我们科室有些老医生还细致，赶紧办住院，别耽误了。沈医生，那天我说话不好听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要不是您坚持让我爸转外科，就真耽误了。这面锦旗，他当得起。省人民医院要2个名额，附院要1个，学校交验室也想留你，你想去哪儿？李老师，我想回县医院。你疯了！省人民医院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，咱们班赵强为了省人民的名额，到处托关系送礼，倒好，主动往基层跑。我考上大学那年，村里人凑钱给我买火车票，周婶子纳了半个月的鞋底给我做了双布鞋，丁叔把他培训发的笔记本送给我，他们让我好好学，将来回来给乡亲们看病，我答应过他们。想好了就填，自己选的路自己走。咱们县医院内科来了个正规医科大学的高材生，走，我带你去宿舍。条件是差了点，比不了省城大医院。这间屋子以前是药房库房，听说你要来，后勤科特意腾出来给你当宿舍。沈医生，门诊来了个肚子疼的病人，您给看看。清溪，王家村秀英产后大出血，我手里只有止血钳和纱布，止不住。秀英，坚持住！丁叔，帮我按住她双腿。秀英姐，咬着这个，会有点疼，忍着点儿。
沈医生，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婶子别这么说，这是我该做的。我老了，眼睛看不清，手也抖了，打针找不着血管，开方怕写错剂量，是时候退下来了。青姨，卫生所交给你了，往后乡亲们的健康就靠你了。丁叔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清溪，我当了一辈子赤脚医生，当年你在卫生书说要输血，我知道你是对的，但我没敢站出来替你说话，那是我这辈子最亏心的事儿。丁叔，都过去了，您现在不也会了血型知识吗？您那本子上写了大半本呢。这样下去不行，县医院值夜班，村卫生所做门诊，两头跑总有一头顾不好。我想申请把工作重心转到王家村卫生所，我每周5来县医院做1天门诊，其余时间留在村里。你确定？村卫生所条件可比县医院差远了。我确定。沈医生回来了。青姨，婶子这肚子疼了好几年了，你丁叔一直给我开胃药，吃完好一阵儿，过几天又疼，最近疼的腰都直不起来。婶子，您这不是胃病，肚子里长了个东西，怀疑是子宫肌瘤，已经很大了，压迫到了膀胱，需要去县医院做 B 超课诊。要紧吗？会不会是癌？子宫肌瘤大多数是良性的，但您这个已经很大了，得做手术拿掉。别怕，县医院妇科能做这个手术。子宫瘤，这个我确实不懂。青姨这双手比 B 超机还灵，在我肚子上摁了几下就知道长了东西。沈医生，我又没病，做什么体检？赵叔，您上次量血压是什么时候？3年前吧，村里搞过普查，那时候说没事儿。赵叔，您血压偏高，要定期复查。平时是不是觉得头晕？是有过，我以为是干活累的。我在这屋里做了40年，从没想过要建档案。你这丫头比我强。我推荐沈清溪，她在省医科大学妇产科成绩是全年级第1。沈清溪，那个主动申请下村卫生所的大学生，你想让她每周来县医院坐诊？丁医生有什么事儿？我想请你每周5来县医院做1天门诊，接诊妇科病人，能做的手术你也上手，待遇按县医院正式职工标准发，你愿意吗？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周1到周4我必须在村卫生所，不能挪。每周5我坐早班车去县医院，周6再回来。大嫂，你这个病需要做一个小手术，现在发现还来得及，拖下去就麻烦了。沈医生，做手术得多少钱？我家今年收成不好。宫颈团片是免费的，手术费用可以申请减免。你放心，我先帮你把手续办好。你知道搞全县筛查要多少经费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如果不查，等晚期才来看病，花的钱更多，且不一定救得回来。今年萝卜甜，沈医生你多买几个。你们村那个老赵头血压还高不高了？
沈医生，你认识那个女的？她在这帮人卖菜好几个月了，听说以前坐过牢，偷了自家亲戚的大学通知书。这种人啊，真是遭天谴。大妈，萝卜帮我装好，我还要去药房取纱布，先走了。宁家丫头后来没在菜市场干了，听说有人在县城东郊的小饭馆里见过她，给后厨洗碗洗菜。后来饭馆关门，她就没影了。有人说她跟一个外地来的货郎走了，也有人说她回了老家，反正再没人见过她。她出狱后回村过一次，后来走了。清溪，你后悔当时报警吗？不后悔，他偷走的不只是一张纸，是我寒窗10年的结果。如果当年我没拿回通知书，今天坐在这里给乡亲们看病的就是他。可他能给王婶子诊断子宫埋瘤吗？能给老赵头降血压吗？医生手里是命，不是儿戏。你说的对，他拿人命开玩笑，这就不配当医生。贺云峥出狱了，前段时间出来的，早释放了几个月，在里头表现好，减了刑。他回村了，住在他家那间老屋里，墙都快塌了，院子里的草长得有半人考，村里没人愿意跟他来往，他挨家挨户敲门想找活干，没一个人雇他。他前天来找我了，在县医院门口堵着我，问我你在哪里，说想见你一面，有话跟你说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你没资格见他。你妈是他想救的，你偷了他的通知书，你把他绑起来扔进河里，前世的账和今生的债，你拿什么脸去见他？他就走了，低着头，一句反驳的话都没说。后来我听人说他在县城工地上找了份搬砖的活，住在工棚里，每天干12个小时。他的事以后不用再跟我说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刘大爷，您这个病需要规范治疗，不是吃几天药就能好的，得坚持半年以上。要我帮您从县卫生局申请免费的，但您得按时吃，一顿都不能剁下。沈医生，这鸡你收下，我们家穷，没啥能拿得出手的东西。大爷，这鸡汤您比我更需要补身体，药得按时吃，营养也得跟上。沈清怡，你怎么还没去吃饭？你练了多久了？3个小时。赵老师，镜下缝合我总是对不起针具。你以前练过吗？没有，来进修之前只在书上见过腹腔镜的示意图。退休前还在课堂上提过你，说有个兽医的孙女是他教过最用功的学生。他后来一直留着那份2分20秒拼完骨骼模型的时间记录。分离前注意止血。咱们县医院妇产科能做腹腔镜了，这是全县头一份，是沈医生从省城学回来的。沈医生，当年那个差点被偷走通知书的小姑娘，现在成咱们的顶梁柱了。丁医生，别夸了，下午还有3台手术。省人民医院第3次来调令了，这次条件比之前都优厚，解决编制，分一套2居室的房子，还有科研启动经费。你是省医科大毕业的高材生，窝在这个村卫生园里太屈台了。院长，您帮我回个信吧。怎么写？
就写谢谢领导的认可，但我答应过村里乡亲们，要在这里一直干下去，这里的人更需要我。你上次放弃省人民的名额，丁医生说你是疯了，这次连房子都不要了，你说我该怎么评价你？院长，对我来说，能守在乡亲们身边，比住省城的楼房安心。我当了40年赤脚医生，从20岁开始给乡亲们看病，从来没出过大错。但有一件事儿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。说 A 生的 B 型血混合会凝固，我知道你是对的，因为你读的那些医书我也偷偷看过，但我没敢站出来替你说话。月秋，算我给你赔不是。丁叔，都过去了，您教会了我怎么给病人触诊，怎么用听诊器听心音。您那本培训笔记上，现在记满了医学知识。今天学产前检查，胎位是否正常，骨盆是否狭窄，血压高不高，这些检查能把难产的风险提前发现。你们回去以后，每个孕妇至少要做3次产检。1年下来，全县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了60%。沈医生，我们村有个孕妇胎位不正，我帮她做了休息卧位，转过来了。我那边有个新生儿脐带感染，按你教的方法处理，现在已经结痂了。不好了，山体滑坡了，有村民被困山上了。盛夏深夜，暴雨。胎心正常，目前没有早产迹象。不要让它乱动，找一床干被子给它盖上。天亮后如果雨停了，马上送县医院。闺女，先把粥喝了。深秋，北京。沈清怡，爷爷在后院给生病的猪犊子打针，爸妈去世后在坟前发誓，通知书被偷在黑夜流泪。丁叔交给我钥匙，深夜骑车的一道黄线。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，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今天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所有在基层默默坚守的乡村医生，很多人比我更优秀，他们在大山深处，在戈壁滩上，在雪域高原，守着一个小小的卫生所，一守就是一辈子。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选择留在农村，我会说，因为我的根在那里，因为我答应过乡亲们要回去，因为每一个病人都值得被认真对待，不管他住在城里还是山里。扎根基层，服务人民。初夏，王家村，沈清溪，你就窝在这地方窝了这么多年，自己找地方坐。当年你跟我说要回县医院，我以为你就是说说而已。后来听说你又主动申请下村卫生所，我心想这丫头疯了。今天亲眼看到才明白，你说的是真的。省城缺我一个不缺，但这里缺。你知道省人民那边现在还流传着你那个2分20秒拼骨骼模型的传说吗？你现在是全国优秀乡村医生了，他们才知道你在基层做了什么。你要是当年留省人民，现在至少是个科室主任。尝尝周婶子晒的，我觉得这里挺好。沈老师，我实习期满，要分到乡卫生院去了。临走前想跟您说几句话。当初分到县医院的时候，我其实很失落，同学们都留省城了，就我一个人下了基层。但跟您这几个月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：您当年省人民调了3次，您都不走。我现在终于懂了，乡下的病人也是人，
他们也有权利得到好医生的诊治。我想留在这里，不想走了。这支笔是丁叔当年送我的，他说本子是他培训时发的，笔是他自己用旧的。今天我把它送给你，好好干。你比我当年聪明，起点也比我高，别辜负这件白大褂。沈医生，手术室准备好了。贺云舟死了，在县城工地上从脚手架摔下来的没抢救过来，今天上午的事儿。他临终前说想见你一面，我让人回了，我说你没资格见他。他出狱后一直在工地上干苦力，搬砖、扛水泥、推沙子，什么活累干什么。包工头说他从来不跟别人说话，吃饭也一个人蹲在墙角。同宿舍的工人发现他半夜做梦总喊妈，喊完就哭。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时，怀里还揣着一张照片，是你们小时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合影。那张照片我已经没了，我小时候那些照片全被他妈收走了。青姨，你去不去看看他？人在太平间。不必了，前世的账他前世已经还了，今生的路我们早就各走各的了。赵婶儿，您的儿子也走了，你们的债都还清了，下辈子别再溺爱孩子了。省卫健委的调令，这次不是人民医院，是调你去省卫健委直属的基层卫生技术指导中心当副主任。周康杰待遇带编制，分一套3居室。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第1次省人民，第2次副院，这次直接是卫健委，你打算怎么回？马上就来。院长，麻烦您帮我回吧，就写2个字：谢绝。你知道多少人为了一个调令到处托关系送礼吗？你这丫头第3次了，你是铁了心要在这村里待一辈子。院长，这里每天都有病人来找我，我走了，他们怎么办？小陈，上周你接诊的那个腹痛病人，你为什么只开了止痛药就让回去了？沈主任，那个病人一看就是月经不调，肚子疼太正常了，我都懒得给他做检查。懒得做检查？你知不知道那个病人第2天被送来急诊，是宫外孕破裂大出血，差点死在手术台上。你的懒得检查，差点害死一条人命。我那天病人太多了，再说那种农村妇女，问她什么都说还行没事儿，我也问不出个所以然。我来县医院是想到大医院见世面的，不是来伺候这些乡下人的。医生手里是命，不是儿戏。这话我很多年前就跟别人说过。我不管你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，也不管你有什么背景，在县医院妇产科，每一个病人都是一样的。你能干就干，干不了，现在就可以走。记住了吗？秀兰姐，孩子胎心有点慢，我用产钳帮你，别怕，听我指挥用力。沈医生，你简直像菩萨。我不是菩萨，我是医生。你儿子以后要好好念书，别像他爸似的，连老婆生孩子都慌得找不着北。
沈医生，您可能不记得我了，我是您接生的。我妈是隔壁村的秀兰，那年除夕夜下大雪，是您用产钳把我拽出来的。她让我来告诉您，我考上医科大学了，和您当年同一所学校。她说等我毕业了，也要回来当乡村医生。你妈还唠叨什么了？她还说，您当年说我爸连老婆生孩子都慌得找不着北，这事儿我爸记了20年。好，好好学习，我等着你回来接班。你妈身体还好吗？爸妈，女儿这辈子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。我做了几10年乡村医生，守在这个村里，哪里也没去。来的时候一个人，现在身边站了一群年轻人。沈老师，风大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你这丫头，连洗胃用多少毫升水都写得这么细，这本书比咱们当年看的那些教材实用多了。沈老师，第一批印了2000册，各乡村都在抢，隔壁县卫生局也打电话来想加印，您得在扉页上给这本书写句话。沈老师，这本书里的每一章我都能找到病历。那你们就好好用，别让它吃灰。村委会，沈医生带领请愿，您可不能走啊！清溪，这是乡亲们联名写的信，大家不让你走，你走了，谁给我们这些老骨头看病？我不走，我在这里守了大半辈子，哪儿也不去。沈医生，当年你来我家给我量血压，我还嫌你多管闲事儿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把老骨头早埋山上了。调令退回去吧，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沈老师，风大了，回去吧。好，你先回去，我再看一眼。张嘴，让奶奶看看嗓子，有点红是病毒素感冒，不用打针，吃2天药，多喝热水就好了。夜里要是烧过38度5，用温水擦腋窝和大腿根，别捂汗，越捂越烧。沈老师，明天我开诊，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记住，每个病人都是人，不分贵贱，医生手里是命，不是儿戏。
沈老师，卫生所我会守好，您教我的，我都会记住。婶子，您血压还高，药不能停。鸡蛋我带着路上吃。赵叔，降压药按时吃，别跟以前似的扛着不吃。再见，王家村。张嘴，让叔叔看看嗓子。有点红，是病毒性感冒，不用打针，吃2天药，多喝热水。好吧，谢谢。沈清怡，省医科大学临床期学专业毕业，全国优秀乡村医生。从医数10年，坚守王家村卫生所，接诊数10万人次。他培训的妇幼保健员遍布全县各村，他编写的乡村医生临床手册被乡镇卫生院沿用至今。